现在是2025年7月5号早上6点5分。对，好像没事哈。我们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是这样子哈，我们会常搭一班区块车去东北角骑车，因为现在是夏天啊。如果说我们这样直接骑过去，其实骑到那边市区当然比较不好走之外，另外骑到那边其实已经有点热了。那这样如果再上山，其实骑起来就很辛苦。对啊，所以我们会常常利用早班的那个两铁火车呢，跳点跳到瑞芳或者到双溪那边开骑。对，那这一班它的那个班次叫4006区块。那最近台铁车价涨了嘛，然后它班次也有调整。4006是正常是从板桥开到和平，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呢，它改成从板桥开到和平。对。然后呢，那因为可能要区隔的关系，所以它的班次就变成是4008班次。因为我们常常搭这班车，所以我有留意到说，4008礼拜六、礼拜天这一班，它变成飞两铁了。吓了一大跳，所以呢，有向这个自行车全国单一日购网去做反应。那也很幸运的，台铁很迅速的回应，他们这一班车把它改成有再把它改成这个两铁。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那我们今天要去骑的是黄金山海线的副线，至于是哪一条呢？就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走了。对 ，OK， 走，我们进站了哈，车快到了。搭这班车常常遇到熟识的朋友，例如这次就遇到曾经一起骑车的小茹。这是他要前往东北角潜水，抵达瑞芳后，小茹出站去搭公车继续他的行程。我们则出站先吃早餐，吃完早餐后正式出发。这边有一条以前的轻便台车道，有机会大家可以顺路骑进来逛一下。由于两边都是住家，因此记得要轻声细语哦。我们由瑞芳走台二町到瑞滨，在这边右转北部滨海公路。听说这边有个铁路深澳线旧车站，因此绕进来看看。我们在社区绕了一圈，才发现它的最后段要扛车才上得去。我们上楼梯后，果然看到一条旧铁道改的小路，还会经过一个旧车站。你有没有发现刚刚这样走过来其实是那个旧铁道？对，这个是深澳线的铁道。所以这边有个车站。对，然后一头是到瑞滨，一头是到那个联动，就水南洞那边。那深澳线现在不是还在开吗？现在还有在开的是八斗子到瑞芳这一段。其实这一条铁道有点复杂，最早是日治时期的时候建的，是从那个水南洞要送到八斗子运送矿场用的。它这个最早以前是那个5分车的铁道，然后后来又有一段又改成跟那个纵贯线可以接轨的一样的那个轨道，所以有点复杂。是呢，就是沿途有一些铁路遗迹，我们就边骑边看过去，好不好？好。这边好多。对，都来潜水的哈。哇。行动气瓶这好像新的呢，以前我印象当中没有看过啊。对，这应该是新的。好意外哦，那个自行车道啊，就从我们刚刚从那个深澳线的旧铁道那边出来，一直这样延伸过来。衔接到哪边？到那个圆山子分hóa道的出口出海口。圆山子分hóa道有没有？从那个瑞芳到猴硐中间我们会经过，有没有？那一头就是接那个基隆河嘛，基隆河从这边接到这算太平洋吧？接到大海。好棒哦！希望这个自行车道以后可以一直穿过去。对呀，就不用跟大车，就是对啊，不然这个大车很多哈。对啊。滨海这段其实大车就是这次的路线我们把它称为黄金山海副线。之前在单车淡南影片有简单提过。由于单车淡南主线是由瑞芳直上9份，并经不厌町往双溪，这样走会错过与黄金及其他矿产开采相关的水南洞、金瓜石路段。
但其实这段具有许多美丽的人文景观，因此我们这次特地改由瑞滨走北部滨海公路，由水南洞上山，之后再接回九份，再转往草山战备道，然后下滑到102甲往盐寮、澳底、福隆。以下就请跟着我们的脚步，由深澳线的终点水南洞上山吧。我们大家右转了，好，哇，你看它这个光线，这时候光线真好。我们刚刚这样上来啊，一般游客啊开车的话会走旁边这边，左边这边上去到金瓜石，是。那边车当然比较多，那我们是走右边这边，是。然后可以上去九份，会比较陡啦，可是那个没什么车，然后风景也棒，好，你待会这样上去就会有连续法夹弯，好，会很刺激哦。然后我们刚刚呢就从那个阴阳海那边上来，旁边就是那以前那个练铜的那个什么练选场的，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风景区哦。那我们就远远的看着它，然后往上骑上来这边，然后继续往上。OK。这里是一个观景台，我们刚刚从底下水南洞那边骑上来，那边是基隆山，然后那边是乌尔察山。那我们现在呢，往前面那个可以进去，可以到那个草山雷达站。我们不上去了，我们就沿着那旁边那边有一条路可以下去102甲。好，我们出去盐寮。OK， 这边再上去就是去不厌亭啊。好，我们这一次不上不厌亭，我们从这边进去哈。由102往不厌亭方向，在18.5K 树梅观景台旁。左转进入一条小径，这条是可以通往草山雷达站、半屏山、上观浪山登山口，以及雕山古道或杨廷里古道及旧矿场等登山健走热门路径的草山战备道。这条战备道路面以水泥为主，有部分为小石头路，轮胎较窄的车路感会比较差。这条路沿途风景非常特别，且最后有小路可通往102甲前往双溪或澳底、盐寮，是我们这次推荐的重点。这边要提醒车友，由草山战备道通往102甲的小路非常陡，虽有很多树荫，但树荫下很湿滑，因此依我们这次的方向来看，并不适合潮湿的东北季风前来。夏天的下过雨后，也要注意湿滑，因为陡下坡处会刹不住。那有个角度好像不错，我们上去看看哈。好，对，看看啊，这个是去那个啦，去半屏山的那个登山口，有没有？那边底下是茶壶山啊。对呀。然后半屏山上来，然后从这边上来，哇，赞哈！那边就是那个草山雷达站啊，从那边也可以上去，不过那路不好啊。我们这种车胎上去会很颠。哇，这样很漂亮哈！有，那好像是南雅吧，然后半屏山啊，然后底下是金瓜石。哇，这个画面好惊人哦！本来我们安排要去吃小卷米粉，可是呢，骑说真的很热，所以下来先找剉冰，
啊，有串冰，吃一吃才会有体力，才有动力。对，你看啊，那个有很多那个灯泡那个船，有没有？这个是有一些那个小管也是用这个抓的。这个叫做灯火渔业，就是利用那个鱼啊，它的那个趋光性啊，然后点这个灯，然后吸引那个鱼来，然后来捕捉它们啊。这里是奥迪渔港，还蛮漂亮的哈。对呀。在奥迪吃完剉冰，由于路顺，这次特地由盐寮海滨公园旁绕进龙门盐寮自行车道。这自行车道绿荫处处，景色优美，而且可以经由龙门吊桥往福隆，也就是可以直接衔接上旧草岭环状线自行车道，避开滨海公路的大车车流，因此很推荐给想要慢骑旅行的朋友。我们终于来吃那个小卷米粉。我们刚刚在那个奥迪渔港啊，不是有看到那个渔船？对，应该就是那种渔船，就是灯火渔业的渔船，那个抓的哈。哇，这个好大一碗，大只哦，对啊，而且好大碗。这个叫做海菜炒蛋。哇，看到三貂角灯塔了，到台湾极东了。刚吃饱。好啦，我们上去很多次了。那其实哈，你要么可以骑上去，要么前面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对，脚踏车放那边走上去其实很方便。那今天做这能见度很好，上去屁股会非常好。所以呢，如果你体力够，就上去走一走。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去找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地方，带大家去看看。好 ，OK， 走了。哇，今天这样一大圈，很过瘾哈。对。今天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刚好台风前，所以呢，哇，能见度超好，天好蓝，云好白，风很大，紫外线很强，啊，当然风景很好哈。啊，我觉得这一圈骑起来很过瘾。那这里是石城渔港，对，离那个旧草岭隧道这个出口这边很近哦。那反正大家以后来这边，你就沿着这个旧草岭隧道指标往石城渔港就可以来到这里。那这边看过去就是龟山岛，后面是龟山岛，对，非常的清楚啊，而且很近。那这边过去就到宜兰了。OK， 那我们待会就从旧草岭隧道过去，然后去芙蓉大火车回去。待会应该车多人多，要小心。OK，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下次再见，拜拜。